除了前面提到的生活中容易恍如梦游，当一个人总是寻找所有事物和那个最深层的意义的关系的时候，他一定会追求的是不断的进步。他也没有办法满足于如果这个东西还能用，那咱们就先用着。因为如果能看到更好的未来，为什么不前往它呢？而 NI 什么时候能看到更好的未来呢？总是如此，因为在迷雾中总有更深的尚未被看清的，但是一定在那里的更深的指向未来的意义。这是 NE 所不断寻找的改变和进步所不同的。当 NE 去改进的时候，是带有一定的娱乐性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确定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但是我想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但是当 NI 去改进的时候，是带有确定性的，也就是我已经在我脑海里模拟想象过了，我确信这个会带来进步，我确信我现在做的是有意义的，不是尝试性的。当咨询中有的时候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区分 NI 和 NE， 当然答案的解读绝对不是1对1公式化的。这个问题是你做一件事会愿意牺牲一定的质量而尝试新的方法做一些改变吗？通常NI 更不愿意， NE 更愿意。因为 NE 希望自己做的一切都有意义。退一万步说，如果现在真的要牺牲质量，那也是他很明确的看到了这个计划是什么，是有计划的牺牲，而不是像 NE 那样欢迎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并且因为未知而感到雀跃。总结一下的话，对 NI 来说，进步是在朝着事情本身已经存在的在无意识中的一部分的更好的方向前进，更像是在查漏补缺，扳回正轨。而对 NE 来说，进步更像是跳出事物已有的约束，解放了，自由了，走向未知但是有趣的广阔可能性。这很自然的给了 NI 极大的严肃感，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他们有点自大，极端情况下会给人一种事情本该如此的感觉。做不到是你的问题，做得很好了，好像也没什么惊喜的，我们立刻看下一个预期之内应该有的进步。问你当一个人从无意识的海洋中去获取感知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的表达又会发生什么？前面有提到，肯定会非常艰难，非常缓慢需要很多的时间。他们会有一种我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讲不清楚的感觉。这是 TI 或者 FI 那种，我感觉我的表达词不达意是不一样的。TI 和 FI 因为希望所表达的内容能够对齐自己个人的标准，会担心不准确或者不真诚，他们怕犯错。而 NI 是索性开口无言，不是担心讲错被误解，是感觉词语远远无法把所感知到的东西讲出来，怎么办呢？比喻咯，象征咯，就像诗歌《空心人》的最后一句，这个世界就这样结束，不是轰然一响，而是唏嘘一声。我该如何用语言去描述我看到的根本还未发生的世界的结局呢？这无关表述的是否精准，或者我有没有在顺应我的情感，把我的情感完全表达。这压根就是我的语言够不到的领域。我只能期望通过这声唏嘘的比喻，你的感知也能走进那个语言进不去的，包含无意识的庞大的深奥的世界，看到我在精神世界里看到的那个瞬间。除了表述艰难，还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是每次讲一个东西都用不同的词因为他们去感知的是和庞大意义的关联，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就像天上的云朵。你这次看这朵云，它像西瓜，下次看它可以像篮球，虽然这两个在云上可能也差不太多，因为你没有通过具体的词去记它。那还有吗？NI 的表达还可能会怎么样？
你想象一下，给盲人形容颜色，如果盲人听不懂，你努力想从各种角度去解释，你的解释在盲人视角下会怎么样？会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听不懂，因为 NI 本身就想描述出无意识海里的那些东西，你要他讲得清楚一点，他就往无意识的海底扎得更深一点，最后得到的就是更加晦涩的东西，完全没帮助啊。所以其实很多 INFJ 和 INTJ 容易更钟情于相对抽象和概念性的学科领域，在那里更加的如鱼得水，因为概念允许人去感知到那些运用具体的语言无法去一个字一个字讲清楚的内容。有人会问，那 NI 是不是就特别善于去预测事情呢？真的可以占卜未来吗？准确吗？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从出生开始，总是在感知自己精神世界中那些存在的和这个世界主线的关联，并且不断积累这些感知。就概率而言，这样的人当然相比于平时不关注精神世界的人，更容易发现现实世界背后的东西，对未来做出预测。因为他们不仅仅看的是精神世界， NE 也看精神世界， NI 更会积累在精神世界所感知到的，把它们变成一个主线，这让他们更能够去预测，而不是去猜测。NI 非常习惯于去预测，喜欢看到自己的预测得到印证，因为这说明他们离终极的规律又更近了一步。那当然，你说他们的预测100%准确吗？人力终有尽时，他们也只是一个个人的预测。NI 的这种预测呢，是包括对所有东西的预测的。一方面是对人的预测，这意味着 NI 更容易去换位思维，因为换位思维的本质就是你如果是对方在某个情境下会怎么做怎么想，这其实就是在预测对方的模式嘛，但不是零散的模式，是把对方作为一个人整体的模式。不过 NI 的换位思维只是单纯的视角的转换，不涉及到你是不是去共情。另一方面，如果你去问 INFJ、INTJ 乃至 ENFJ、ENTJ， 他们5年的预期是什么？他们一般丝毫不会为这个问题感到意外，因为这是他们总在精神世界里去不断模拟想象的东西。就有点像你和一个渔夫聊打鱼，和厨师聊烧饭，那几乎不会出现我没想过我现在想想未来不就这样吗？有啥好问的？这种答案，他们通常会想得很多很深，而且一般都相对正向的。因为如果 NI 看到的未来很糟糕，被 NI 所驱动的人肯定早早就开始改变，做不同的计划了。谁会看到未来的走势不对，但是还抱有侥幸心理啊？相比 INFJ 和 INTJ，ISFP 和 ISTP 确实会更容易这样，毕竟 NI 对他们而言，往往是他们也非常的关注，也非常的有意识，但是却又不在他们完全的舒适区内的。那未来是 NI 的舒适区，什么是它的绝命区呢？没错，那就是当下，立刻马上。前面提了很多次 ，NI 根本不关注眼前正在发生什么，不关注现实中我立刻马上要做什么反应。这么说吧 ，INFJ 和 INTJ， 他们会竭尽全力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避免自己需要在任何临场反应的情况下，去被迫的做出自己计划外的反应。SI 也会这样。因为 NI 和 SI 都是一种感知的积累，积累是什么意思？是已经存在并且确定的东西的积累。这是 ENFJ 和 ENTJ 稍微更好一些、更松散一些、更放松一些的地方，因为他们的 SE 相对更加成熟他们更加喜欢 SE 一点。这在 INFJ 和 INTJ 身上就绝对不行啊。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 INTJ 做好了一个旅游计划，预期好了各种变数，并且做了备案，
然后结果一起旅游的人不按计划来，第一天就搞乱了计划。INTJ 可能怎么样？他会去协商吗？当然，他还是个很好的协商高手，很可能。但是他可能协商的不是我们该怎么一起调整计划啊，改变我们的计划，而是协商该怎么样回到我原本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的完美的计划。当他发现原本的计划用不了的时候，他可能会两手一摊，行吧，你们爱咋地咋地，自由玩吧。但是他绝对不是轻松的说出这句话，而是咬牙切齿的心里想：你们怎么就看不到，如果按照计划来，那咱们会多么完美啊，这个旅程会多么的令人心驰神往啊，那个必然的好的旅游就被你们浪费了。其实关于 NI 在生活中的表现还有很多，但是我不想去一个个列具体的表现了，免得比重太大，引发了很多对号入座，浪费了前半篇就是我尽量比较生动的去把概念理清楚的内容。大家可以试着按照这个模式啊问自己 ：NI 追求意义，总在预测，又会连接无意识。具备这3个核心要素的心理过程，在生活中还会有什么表现？但也一定要记住，你得到的只是 NI 这一个心理过程在现实中倾向于的具体表现。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心理过程，人还有更重要的后天成长的经历。啊，对，我最后再提一句啊 ，NI 经常被和本质挂钩嘛。这个我没有办法说一定对或者错，但是你和 NI 沟通，他确实会问你一些很有穿透性的问题，指向更深的意义。然而 NI 绝对不倾向于把事情变得更简单，反而他总是在做的是把简单直接的事情变得更复杂。NI 的一针见血并不是指他总结的很浓缩很精辟，而是指他把所有事情都放到了宏大的语境下，所指向的是那些严肃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好，那咱们这期先到这里，属于是正好来灵感了，如果讲的不好也没啥，我们下次再翻新嘛。有帮助的话还请支持一下。最近呢准备开始做公号，把之前的文字稿整理精修发在上面很可能我整理文字稿的时候看到哪篇又可以改不对，或者说重写吧，我可能就又翻新一个视频看过我之前 NI 专题的知道跟这篇基本上没有什么重复的内容。那先这样啦，感谢大家看到最后，比心，拜拜。